18岁副处级、28岁副部级的辛奇，他的身世疑似是破解了，和习远平的人脸比对相似度高达85%到95%。他的名字跟习近平母亲齐心反过来读是同音，而墙内的民众讨要真相的电话车轮战不断，霸气姐再次硬刚官方，所以有好消息传了出来，官方已经乱了阵脚了。另外呢，中日关系紧张升温，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之后，日本又祭出了一个大硬招，反制中共。最近总有朋友说呀，看不到我的节目，就是呢没订阅的缘故。只要订阅了，大家随时都可以找到我。另外呢，我也确实是需要大家给我一些支持，我也经常给自己鼓劲，不然像这样的话题能够坚持2个多月是很难的。真相是越揭越恐怖，冲击感对人是越来越强烈，所以请大家给我一些支持，点赞、订阅、转发都是有力量的，可以帮助更多人看到我的节目。另外呢，黑五购物季来了，我会不定期的在社群里边贴文，发放各种限时优惠、折扣码和福利链接，只有订阅的观众才不会错过。我还有副频道牧羊看点，每天更新2、3档节目，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前一阵啊，我一个朋友呢收到了一封钓鱼邮件 ，email 里边 PayPal 账号的信息、名字全都对，他差点上当啊，差点就受骗。那后来到银行去关账户，银行的人都说，最近这类诈骗呢真的是非常多，有的还真的就被骗走了不少钱。现在我这朋友啊，每天都得查一查邮件，很紧张。其实啊，我这位朋友啊，他没有订阅我们这个老朋友 Surfshark VPN 的升级版。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上网的时候只要使用 Surfshark VPN 来加密数据，还可以隐藏 IP， 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达到上网安全以及保护数据隐私。可是最近我发现呢，这 Surfshark 升级版，也就是 Surfshark One 新增加了一个诈骗邮件的检测功能，对于可疑的那些机妙邮件，它就像火眼金睛一样，可以帮你实时的检查是不是诈骗邮件。所以有了这个工具帮忙啊，我那位朋友呢现在已经不那么紧张了。还有呢，有一位观众对我们讲说，他现在呢到咖啡店里边或者是到机场连接公共 WiFi， 他都是先检查一下手机和电脑上的这个 Surfshark 是不是打开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安全防范意识啊。只有打开的情况下，他才放心去连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偷信息和搞诈骗的人太多了，大家都是不敢掉以轻心，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只要外出连接公共 WiFi， 我都会先打开这个软件。那么再说一个轻松一点的吧，如果您喜欢看片啊、追剧呀，或者是网购想找优惠呀，我建议您必须使用这个 Surfshark。全球140多个国家，您可以达到一键切换 IP，Surfshark 可以帮你轻松的实现。如果想试试的话呢，大家不管全家里边有多少人，有多少台设备，只要一个账户就全部都解决，多少台设备都可以实现防护。您点击视频下方我的专属链接 surfshark.com/xwkd， 或者是您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 也就是我这个节目拼音的首个字母缩写啊，您就还可以获得额外的。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24号星期一，亚太时间是11月25号星期二。于朦胧事件70多天了，到目前为止，涉嫌伤害甚至犯罪的那些嫌疑人都或多或少的遭到了网民炮火的轰炸，包括李鹏的孙子吉光光李明在内，在网民深水炸弹的轰炸之下，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反应，唯独辛奇是个例外。不管外界怎么炮轰，深水炸弹的威力有多大，被网友指证是现场直接凶手的辛奇从始至终都是趴在水底，而且像是死了一样的沉寂。能有这种定力，可能就是因为上面有硬盖，而且那个硬盖很大。
有网民表示整容前的辛弃和年轻时的习远平相似度好高啊。有网民晒出了一张习仲勋夫妻与习远平、习近平兄弟4人合照，照片最左面的那个人就是习远平年轻时期。将这张照片和辛弃整容前的照片放在一起来看的话，确实有一些相似。我呢问了不同的 AI，ChatGPT 回应说2个人整体相似度中等偏高，尤其是脸部线条与比例、眉眼特征和嘴部微笑有明显相似之处。Grok 的回应表示相似度很高，无论是脸型、鼻子、眼睛、眉毛、嘴唇、人中以及整体骨相，2人都很相似，相似度达到85%到95%以上的程度。Grok 的结论就是，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不同年龄阶段的照片，或者血缘极近的直系亲属，例如父子。旅居加拿大的一位朋友在给我的邮件中表示，习近平的母亲叫齐心，反过来念就是辛弃，跟最大嫌疑人辛弃名字是同音。这2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会不会是习远平把齐心的名字反过来用给私生子取的名字呢？辛弃的情况有点像邓小平发起的延安种子计划的产物。所谓延安种子计划，就是把延安时期7个领导人的 DNA 保存下来，寄望呢，不管是中共将来存不存在，他们的后代都将传承下去。据自媒体人翟善英先生引述知情人透露，中共选择了将近200个女性为他们繁衍后代，那些后代本身并不清楚自己的血统，因为中共领导人担心某一天会被清算，因此要求那些隐形的后代生活在一个封闭空间，不能跟外界多接触。被培养长大之后，他们会被安排做一些隐秘的事情，中共安排了大量隐形财富为他们做支撑。我们知道辛弃18岁就成了中共副厅级高官，28岁又成为副部级高官，这种诡异的履历绝不是普通家庭可以达到的。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先生曾引述消息指出，圈内人都知道辛弃有红色背景。还有一位知情人爆料提到，那个男人投资圈的人都认识，面相阴毒，戴个眼镜，青白色，喜欢背后操纵，打电话都用虚拟号码。这个喜欢躲在背后的人跟央视的领导也认识。爆料还指出，这个人的背后有一条黑色的产业链，通过银行往外洗钱，银行的领导层知道他是谁，因为钱转到国外肯定认识，不通知转移不出去。诸多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诡异，集于辛弃一身，就凸显出辛弃的身世不凡。那综合上面这些分析，给辛弃找爹的这个悬案，大家觉得是不是已经破了呢？今天早晨查看不再朦胧全球联署还差1000人就达到70万了。中共和恶人们肯定没想到，于朦胧事件已经过去70多天了，人们的关注度依然这么高。其实墙内的关注度也是